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湘西。今天石头带大家来山里面看一些闲置的老房子了。今天我收到房东的电话，他说有一栋房子准备低价卖给我，那我们走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栋房子。来到这边才发现，这也是一栋独门独栋的房子，右手边有一栋房子，左手边还有一栋房子，这是一栋砖房，这是一栋木房。那这边呢，占地面积还挺宽的，房子的周边目视下可能有2-3亩地的那个样子，几乎也来到了山顶之上。这边的海拔差不多400米左右，这边通水通电通网络，车子也可以开到院子里面。我们可以看到进入房子的马路宽约3米左右，完全都是这样的水泥路面。我的车已经停在了那个位置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栋木房子去看一下。据说这栋木房子的视野是非常好的，当然今天主人家没来到这边，他说门没有锁，可以直接进去。现在他们家在山脚底下建了新房子，所以这栋房子闲置的时间可能有10来年左右。这边一直都没有住人，可以看到这旁边有很多大树，这些大树如果做成那种装修的楼板是比较不错的。这边有些常青树，到了冬天的时候也不会落叶的。那这栋房子几乎是没有院子的，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房子旁边距离大概有50米左右有座高压线，这一点可能会影响一些居住的环境吧。这边自来水已经接到了院子里面，这边有个水龙头，在这外面有一座高约2米左右的土坎，在外面就是他们家的土地，清理出来的话可以种点菜养点鸡，都是挺不错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，站到这个位置，我们来看一下房子的视野吧。地势比较高，一眼看过去差不多能看到2000米左右的距离，在对面零零散散有些村庄还有些住户，镜头我们来看一下，就从这个位置，其实视野是非常好的。那住在这边啊，只有这样2栋房子，旁边那栋砖房子也是没人住的，非常的安静啊。那这边的一些竹林啊，一些树啊砍掉了之后，从这边搭一个水泥台子出去，把整个院子加宽，我感觉是非常不错的。底下这块土呢也很宽，唯独有点缺陷的可能就是那一座高压电线了。这旁边还有几棵大树。那这也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，基本上是没怎么装修的。我看了一下，外面的都是用些木板稍微的隔开了，大门呢6扇大门，平时进出打开2扇大门就可以了。楼层高度大约5米左右，开间4米左右。房子是比较典型的苗家建筑风格，屋顶上盖的是青瓦。进入房子之前，我们先来房子的侧面看一下。这面墙大家知道吧，这是竹子编的，上面涂抹的是一层牛粪还有泥巴。其实这栋房子的改造空间是挺大的，几乎这栋房子建好了之后没有装修，包括屋顶上的瓦很多地方是已经开始坍塌了，所以这上面的瓦也需要换掉。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房子的进深大概应该是6到7米左右，房子没有多大。在这旁边是我们家的旱厕，这边如果清理出来的话，可以作为一个卫生间来打造。那在这背后呢，就是菜地，现在种上了一些油菜。那我们就到房子里面去看一下。很多人都说木房子冬暖夏凉，我感觉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进到房子的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是透着光的，到冬天的时候肯定是非常冷。
像这样的木房子改造空间真的很大，可以看到堂屋宽约30个平方左右，都已经打上了水泥地面，上面没有做吊顶的，很简单。这边呢是一个卧室，当然现在什么都没有。这边有一口火塘，上面有个木架子，以前他们家熏腊肉的。这边有座碗柜，房子非常的简陋，就是这样子3开间的木头房子。这样的房子啊，必须要装修才能够住人，所以这栋房子可能是低价买下来，但是装修的费用是非常大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那边，这边是他们家的灶台了。以前农村里面都是这样的大灶，3口大锅，一口是炒菜，中间煮饭的，后面是煮一些猪食的。现在锅子已经不在，灶还在。大家也看到，你看这些墙壁啊，都是透着风的，到了冬天的时候很冷的。在这后面呢，用这样子隔开了一个小房间，以前是他们家的卧室。这个门都关不上，有点变形了。这栋房子虽然是通了公路，距离县城9公里，但是这边距离主干道大概有3公里左右。如果自己没有车的话，在这边生活是比较不方便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样的一栋木房子是否值得购买呢？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北苑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当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，当车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，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，走上了那布满荆棘的他乡。当大地布满了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现在呢，我和大雄位于贵州省的松桃县。我们是今天早上从重庆的秀山出发，沿着319国道一路开车而已，来到了松桃这边。沿途的景色还是非常美的。现在呢，我就转一个车上和无人机的镜头，为大家把这一段的景色给分享出来。也许迷途的惆怅会折碎我的脚步，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。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，可我坚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路程非常多大卡车。这个地方呢，也是鸡鸣3省的所在地。3省交界的地方，一个是重庆的秀山，还有湖南的花园和贵州的松桃。这个3省市交界连接在一起，非常的近，不经意间你就可以出省了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天走下来的话，要经过2、3个省，都是非常正常的。那布满荆棘的他乡。如果说到钉子户，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朋友肯定会想到，是不是一些房子在修建道路的时候不愿意搬迁呢？或者修建一些厂房不愿意搬迁呢？很多人我相信都是这么想的。但是啊，今天石头为你们分享的这一位钉子户呢，非常的特别。现在呢，大家就跟着石头的镜头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最牛的钉子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？说到人啊，可能有点卖关子了，大家跟着石头的镜头啊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啊。看到吧，就是这样一条笔直的319国道，被几棵大树啊一分为二。道路的中间有一个绿化带，绿化带上面有几棵古树，道路就是这样子被一分为二了。
看到这里啊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为这里的公路建造者点一个大大的赞，朋友们，你们说是吧？你会听到我赞美未来的呼喊，也许迷途的惆怅会折碎我的脚步，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。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。保护环境，我觉得我们人人有责。朋友们，看到这样的情形，你们觉得值得点赞吗？所以说石头把车停下来，把这个视频给拍出来，也希望引起大家的共鸣吧。好了，我们要继续出发往前面走了。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。哇，建造这样一个地方需要花多少钱啊？怎么没人管理了，也没人继续把建完呢？俗话说啊，站得高看得远，景色也是最美的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现在石头和大雄就来到了湘西州的花园县。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啊，是一处以前开发矿石的地方。在我的身后，这是一大栋房子，建设的非常的好，当然只建到一半就荒废在这里了。现在基本上已经停工，也没人过来管理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这样一栋房子啊废弃在这里了？跟着我的镜头啊，石头带你们去看一看吧。非常的开阔，这里的景色也是特别的美，看到吧？那是一个院子，护栏都已经打了的，那边还有一条公路，这也是一个在半山腰之上，那底下就是国道了。这是一个比较宽的一个厅。我们往前面走，看一看到底有什么。哎，有点奇怪。哇，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啊？哇，走进去看一看，像一个迷宫一样的。这是用来干嘛的？这里有一个简介：地质展览室内设计意向。难道这是一个什么？继续往前面走，看一看。哇，看一下顶上，那里还掉了一大块。哇，还挺好看的，我觉得。哦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？像一个地下的迷宫一样的。这里有一个大门啊。哇，转一圈。怎么没有一个人呢？一个人也没有。哇，建造这样一个地方需要花多少钱啊？怎么没人管理了，也没人继续把建完呢？这里应该是准备还装灯的，这里还有线。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柱子，一层一层的，这个花纹也是特别的好看，非常的奇怪。啊，这里有个小门，这是打算修一个地下博物馆吗？准备开花旅游吗？其实这个地方非常的偏僻啊，几乎在山顶之上了。我是无意之中才走到这个位置的，我本来是拍山上的景色看好不好看的，哪知道走到这里发现了这么个地方。哦，这是一间卧室了，啊，黢黑的一片。
看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图。这个是一个山洞啊，人为建造的一个山洞，看不懂，这个应该是打算建造一个地下博物馆一样的。没有多宽，整体规划，道路交通规划。非常的奇怪，到底作何用意也没说。房子建到一半的时候人走了，我们出去吧，给你们看一下整个房子的全景。走到那个位置，我们往前面走一走，看前面的景色到底如何。哇，我觉得挺不错的，从这个位置看过去，底下的村庄油菜花也开了，感觉一片和谐，非常的美哦。其实这就是2栋房子的一个整体面貌了。刚才我们看到非常奇怪的，像一个地下迷宫的位置，就是那一个房子里面。我足足在这里等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，一辆车也没有经过。这是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，几乎在山顶之上了。其实这里的景色非常的美，我有点想不通，到底是谁在这里建了这样一栋房子？应该整个房子和地皮的花费的话，我估计少说应该100-200万左右吧。这一笔开支不小。房子建到一半的时候为什么把它荒废在这里了呢？而且看着房子的建造，后面那一栋房子感觉非常像一个地下迷宫，应该是用来做一个参观旅行的吗？或者是游玩的一个项目吗？真的有点想不通。如果朋友们你们看这个视频有所了解的，也欢迎你们评论留言。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下期的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呢，早就来山里面了，好久时间没有为大家分享大山里面一些闲置的房子了，一直都是忙着江边房子的改造。昨天呢，一个师傅把厨房顶上的线脚板给打好了，那今天呢要做保养，所以大部分的师傅是休息了，留了一个师傅在那边拆边沿的模板，然后呢浇水，我就马不停蹄的往山里面跑，然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老房子。大部分的师傅都忙着去家里打稻谷了，我们那边的海拔要低一些，今天我所来到的这个位置呢海拔更高些，所以这边的稻谷呢还没成熟，但是我们那边已经是完全成熟了。那在我的旁边呢就有一栋闲置的房子，而且经过村里的老乡给我说这栋房子是准备转让出去的。那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非常特殊的，到底能不能转让出去呢？这是一个疑问。据说在村里面有人和他谈过，就是3万块钱左右的价格，村里面的人都不要。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栋房子呢？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。这个位置开车过来一直都是水泥路面，道路是弯弯曲曲的，可以看到这边的玉米是刚刚开始收割，比我们那边呢要晚许多。那边的稻谷还没成熟呢。这是典型的苗族聚居村落，而且这边的稻田全部都养的有稻发鱼。这是进村的道路，宽6米左右，水泥路面。这里距离县城将近有23公里，距离镇上有6.5公里。
交通倒是挺便利的。这边的海拔比较高，差不多有700多，所以这边的农作物呢都要推迟一些。为什么我会走这么远给大家看一下这栋房子周边的环境呢？我远远的就看到这栋房子啊很特殊，它所建的这个地方呢刚好是在马路之上，而且周边是没有邻居的独门独户的房子。刚才呢村里面和老乡交谈了一下，问了一下这栋房子的情况，他们说啊，房子建了很多年，几乎是没有住过。这栋房子的旁边呢有条小路可以上山的，待会儿呢我给大家航拍一下，让大家也看一下这房子周边的一些环境。这栋房子啊几乎也是没有院坝，老乡们都说啊，曾经有人和他谈过，也就是村里面的人和他谈过，当时的价格差不多是3万左右，直接买断。但是后面呢，村里面的邻居看了看，想了想，最后还是决定不要了。所以这栋房子呢，一直都是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。这边的水资源是非常丰富的，几乎都是山里面的泉水，直接可以饮用。看，房子很开阔，门前的视野啊特别好，底下呢就是一些土地，还有稻田。那边呢种的大部分都是烟叶，那边还种的有些辣椒。这栋房子的对面呢是一个村子，大概有70-80户人家。紧靠着大山而建的房子，这栋房子呢也是背靠着大山，面朝着也是大山吧，差不多是坐西南朝东北的房子。那边是太阳刚刚升起的地方，早上还是比较热的。门口呢有一根太阳能的电线杆。这栋房子啊是通水通电，房子只有2开间，一间是堂屋，一间是卧室。卧室呢从中间隔断，作为2间。房子的进深将近有8米到9米左右，盖的呢是琉璃瓦。房子旁边的杂草非常深，比人还高。好多年都没有清理了。这边呢，主人家是用石块垒砌了一座石头墙，整个院坝呢大概也就10多个平方，盖檐呢做了硬化，在这边呢都没有硬化，都已经长满了杂草。木质结构的房门有4扇，开间呢将近有4米左右，楼层高度啊将近有3.5米。老乡说，这栋房子里面也做了粉刷，地面呢是做了硬化，做了一个简单的装修，外墙贴的是白颜色的瓷砖。这么看起来的话，如果一家人居住的话，还是挺不错。房子没有多大，但是唯独不好的一点，我觉得这栋房子太靠近马路了，没有院子，自己有车的话都没办法停车，只能停在马路之上。这边的马路呢又比较窄，好在这栋房子的视野很开阔，一点都不会显得压抑。这栋房子的旁边呢是有条小溪的，都可以听见小溪的水流声。啊，一会儿就准备打谷子了。哦，那边已经开始打，它应该是早熟点的品种啊。那是。要等熟点啊。你那个鱼一盒大概一盒大个？1-2斤啊？2-3斤？2斤左右。2斤左右啊？2斤可能多不了什么子。那等。你大概什么时候打呢？我啊。我拿去了。
那等过几天往这边跑，一个星期左右会打没？啊？一个星期左右。啊，有那边。我为什么啦？10年前再来换了，你换证，我的换证几个月了。你莫讲换了到花季啊鸟了，对自己去挖你要580点了，我都没买好的了。是的。是。一去老想到多。想得多啊！等过几天你打谷子，我过来嘛。要是碰得到我买点鱼。可以了。好。这个大哥说啊，他们家稻田里面养了很多鱼，过几天2-3亩啊。过几天准备要打谷子了，有2-3亩，里面养的很多鱼，而且大条的呢有3-4斤一条。我们这里有好多。有好多啊！有好你要哪时你直接找我了，我把你联系人了。哎呀，老板，我不要，我们送哪都不要你的。要的。那家你们要好多钱一个是啊。那你搁了河那不可能了，是吧？是的。30大几哦。31，就是那么点了。可以。他这个房子那么都没得人住了。我地方子话是我管着了，你来我跟你讲。啊。这房子哪么不住呢？前回他要问龙虾，我就跟你讲前回他要问龙虾，问龙虾的时候呢，他讲他是为送我的原因就不晓得了。他为一片龙虾往这里，他骑在我屋这里看到那边去了。怎么之后呢，当时他没晓得说了，就不搞。龙虾，百姓不送他是吧？百姓不送他，龙虾呢叫暂借看完了是吧？是不是那么讲？影响人家点到后来在我还债的，都是我还债的。我打还债，你来你帮我这样子，我不会碰错人家一点。好，要的。关门了没？我打开了。好。这里2块人下人哪个偷去了，我就搞不清楚的。没事。我们不是，我们俩50岁人了，我们都是干干净净的。这个大哥是非常热情的。这栋房子呢，目前是他在管理。以前呢，什么原因呢？这栋房子是外地的人在他们这边呢养龙虾所建的房子，所以呢，整个院子就没多宽，只是为了方便在这边居住啊。但是现在想把这栋房子转让出去呢，就比较难了。迁回了。迁回了。在这里有个房子呢。这里面堆满了木材。迁回来有个灶，有锅子。你小时候使用时候呢，开始其实不来我们要搞直话子。是的。实话实说我不是要这相应。谢谢。最前面有个房间的，这边有个灶台。不晓得打后人干得去了。是的。这边还有个厕所，这里有个房间，这里有个房间，相当于这栋房子呢是有一个客厅，有3个房间。这个客厅呢是连在一起的。是我画的还挺不错的。我不怕你碰错人家的。谢的。这楼顶呢是用那种板子做了一个吊顶。他们不肯送我打板。为什么呢？我想打到黄杨，往补你们一点打到我半样子。你讲人家再讲我讲不错是的。我就没放心我是。是的。不是我管我就不管。这是你养的狗啊？我养的。到时候跟着你。也是老板的，本子也是老板的。有哪个整就哪个又来过去了。那不要紧。这个床呢要很简单的，就是木床，但是这个房间呢还比较好。这个房间的视野呢也比较好，但是这边是没有玻璃了。我们还得变色了。是的好，可以。和你这里我放东西可以。有事你们找我不管的。好，我要人一欢一和强一点。这里的视野是非常开阔，感觉环境还挺不错的。这位大哥很热心，刚刚把房门打开了，我们也进去看了一下。这栋房子确实整体情况挺不错的，基本上把卫生打扫可以拎包入住的。唯独欠缺的可能就是这栋房子没有一个好的院子，在这边停车的话是非常麻烦的。好在这栋房子独门独院，距离邻居将近有200-300米左右，
非常的安静。而且房子的旁边是有一条小溪流的，常年是流着水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这边流的都是泉水，清澈很干净，从山里面流下来的。其实可以从那个位置给它引过来，然后呢在这边建一个池子，养点鱼。朋友们，房子的整体情况你们也看到了。那对于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如果是3万左右的价格把它买断，然后在这边养老，你觉得这样的环境究竟如何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。我是石头，那这期视频就为大家暂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